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农村美食课堂。卤鸭想要做的好，材料和工具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，在卤鸭制作过程具体需要什么工具材料呢？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学习了解吧。首先，卤鸭需要一个或者多个的不锈钢桶，桶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制作量的多少来定。其次就是煤气灶用来烧火卤货。接着是准备好多个不锈钢盆，用来装鸭料和卤制好的鸭货。准备一个不锈钢过滤网捞用来过滤残渣，再准备一个或者两个不锈钢过滤捞用来把卤货起锅用。准备一个不锈钢勺用来炒糖色和制作卤油用。最后准备一个铁锅用来炒糖色、熬制卤油和卤货焯水用。接着准备好需要的材料，材料有大蒜，有洋葱、生姜、蒜头，有花椒、香菜、小葱和芹菜。材料的具体比例我会在专栏的其余视频单独讲解，想学习的朋友可以看完我的整个专栏视频课程。谢谢。接着准备好调料，有鸡精、细盐、白糖、冰糖、白酒、味精、玉米油。然后准备好21种香料，具体比例请看我的其余专栏视频单独讲解。最后准备好制作高汤的肉料，分别是猪筒骨、鸡骨架、猪皮、鸭骨架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本期视频主要教大家如何制作鸭货卤水高汤。想要卤鸭货做得好，高汤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就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学习制作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熬制高汤需要用到的材料，有猪筒骨、猪皮、鸡骨架和鸭骨架。没有鸡鸭骨架的，直接用鸡鸭肉块代替即可。具体的比例我放在视频最后。把需要的材料用清水冲洗干净。清洗多几次，把杂质淤血处理干净，然后起锅放入适当的清水，把骨架材料放入锅中，接着放入5克香葱节、5生姜片以及5克白酒，全部放入后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进行焯水处理。焯水的过程中要翻动骨架，均匀焯水。经过2分钟左右的焯水处理，把骨架全部捞出，装盆用流动的清水把骨架表面的浮沫冲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准备一个不锈钢的桶，倒入20斤的清水，然后依次放入焯过水的骨架，接着放入10克生姜片、5克香葱头，最后倒入10克高度白酒去腥，把桶置于煤气炉上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开大火，让水迅速烧开。经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水烧开后把盖子掀开。这个时候继续大火烧10分钟，然后转小火慢熬3小时左右。转小火的时候把锅盖盖上，继续慢熬。经过3小时左右的熬制，掀开盖子。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关火。熬制成这种奶白色的，就已经证明高汤已经熬制好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直接把里面的残渣直接过滤捞出即可。本期视频主要教大家如何制作卤鸭货所需要的糖色。鸭货想要成色好看，糖色是必不可少的。想要糖色做得好，方法最重要。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学习制作，避免不懂直接炸锅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250克的晶体冰糖，然后起锅点火，把锅烧热，放入20克花生油预热。然后放入准备好的250克冰糖，这个时候把火调至中小火，接着用勺子不断的翻炒冰糖，使其受热均匀融化。想要学习更多卤鸭货技术内容，请继续观看本专栏教程其余视频课程。本专栏教学课程分为工具材料准备、卤油制作、高汤制作等等章节，整个教学课程为整套技术系统教学课程，均有各种鸭货卤制方法，视频教程不断更新中。现在继续炒制糖色，在炒制的过程中要不断的进行翻炒，使其快速融化。经过10分钟左右的炒制，冰糖已经开始慢慢融化。这个时候继续翻炒3分钟左右。炒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把火调小，继续翻炒。火力调小后，继续翻炒至冰糖完全融化。
经过3分钟左右的炒制，冰糖已经完全融化，开始慢慢变色。这个时候继续小火炒制，切勿大火炒制，大火炒制容易把糖色炒过火，发苦变黑。这个时候继续炒制，直至糖色冒鱼眼泡。糖色经过炒制，颜色慢慢从浅色变成枣红色。这个时候糖色开始冒泡，这时暂停炒制，关火，让锅的余温继续熬煮糖色。鱼眼泡从小变大，直至冒大翻滚。这个时候用勺子继续翻动糖色，翻炒使鱼眼泡慢慢沉淀消失，直至炒制到这个程度后，我们把50克的温水倒入锅中。倒入锅中的时候，切记要从锅的边缘倒入，在锅的边缘倒入，防止炸锅，使水和糖色充分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可以开小火继续熬煮，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大加些许料酒下去，然后继续用勺子炒制糖色，使其快速融合均匀。炒制至这个枣红颜色，直接关火，炒到气泡完全消失后即可。炒制成这个程度，我们的糖色就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直接装盆放置晾凉备用即可。本期视频将教会你如何制作卤油，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学习吧。制作卤油前，我们应该准备好需要的配菜，分别是生姜20克切成片，东北大蒜20克切成段，花椒5克增香用，洋葱25克切成片，香菜20克切成段，小香葱20克切成2段，最后是芹菜切成段。把蔬菜的叶和茎分开备用。接着锅里放入准备好的鸡油1斤，倒入2斤玉米油，准备油炸。开大火把油烧热，放入20克生姜片，接着放入准备好的5克花椒，用来增香。花椒可以用红色花椒或者青色花椒，两种的效果都是一样的，都能达到增香的功能。放好后，直接用勺子翻动鸡油，使之受热均匀。一边开大火，一边翻动鸡油，使之快速受热，把鸡油炸出。当鸡油炸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放入东北大蒜段，接着放入蒜头瓣，然后放入洋葱块。先放水分多的硬菜，再放水分少的菜叶，接着放入小香葱段、香菜头段，然后把芹菜段放入。全部硬菜放入后，用勺子翻动，开始油炸。这个时候要开中小火，慢慢油炸熬煮。目的是慢慢把蔬菜里面的水分炸出，把香气炸出，从而使蔬菜不会那么快的炸干炸红。在油炸熬煮的过程中，要不断的翻动，使其充分均匀，油炸通透。经过10分钟左右的慢炸，硬菜已经开始慢慢缩水。这个时候放入剩余的小香葱、香菜叶、芹菜叶，接着继续翻动慢炸。经过20分钟左右的油炸，全部蔬菜基本已经炸透炸红。这个时候再油炸多3分钟左右，直接用过滤网捞来，把所有蔬菜捞出，过滤出卤油。过滤干净的蔬菜渣可以放一边，用作下一步操作。过滤好的卤油直接用盆或者锅来装起来冷却。卤油做好后，等待冷却，下一步操作。卤油按需取来用即可，用多少取多少，直接放锅里或者盆里存放即可。经过熬制，我们的鸭货卤油就已经做好了。本期视频主要教大家如何制作5香卤鸭翅的商业制作方法。有兴趣从事美食事业的朋友，请跟着我的视频教程一起学习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好所需要的鸭翅。鸭翅可以直接采购速冻鸭翅。鸭翅一般选用6个月以上鸭龄的老鸭翅，因为老鸭翅卤制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烂，而且卤制出来的卖相也比较好，有嚼劲。把速冻鸭翅倒入盆中，用清水进行浸泡解冻。解冻过后，直接用流动的水进行清洗干净，一般清洗2遍左右，把表面的杂质细毛处理干净，然后倒入锅中，准备焯水处理。放入准备好的生姜片、香葱节，然后倒入几滴白酒，再倒入适当的清水，煸过鸭翅。接着开大火把水烧开，进行焯水处理。
水烧开后，用锅铲翻动鸭翅，让鸭翅均匀焯水。把鸭翅内部的淤血浮沫焯出来后，把全部鸭翅捞出，装入盆中，准备过水处理。把焯过水的鸭翅拿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，把鸭翅表面的浮沫、杂质清洗干净后，沥干水分备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准备好所需要的香料包，全部香料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然后把所有香料捞出，装入香料袋中，把香料包放入煲好的高汤中，接着倒入鸡精24克，倒入味精24克，细盐150克，白糖50克，白酒120克。接着放入准备好的糖色200克，倒入150克的卤油，全部配料放入后，开大火熬制1个小时，把香料的香味全部熬煮出来后，关火凉制1小时后，放入准备好的生姜片20克，然后把准备好的鸭翅全部倒入锅中，开大火把卤水烧开。卤水烧开后，继续中小火熬制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勺子翻动鸭翅，使鸭翅均匀卤制。经过10分钟的卤制，直接关火。关火后，待鸭翅在锅中通过卤水的高温卤至熟透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鸭翅全部捞出食用销售了。卤制好的鸭翅可以直接捞出装盆，可以直接食用，也可以拿去销售处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想要了解学习更多美食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农村美食课堂或者直接购买专栏视频教程学习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